上一期讲到鱼缸里的藻类防御大于治理，那么这一期重点讲一讲，一旦不小心带入高等藻类该如何治理。注意，这里的治理不一定要完全清理干净，而是压制控制，不影响鱼缸的观赏。褐藻一般开缸的时候出现的黑褐色的附着于缸壁、石头、沉木上，消化细菌建立以后，通过工具与工具虾就可以清理干净。只有清理不到的储水管会有部分的残留，这只能通过定期的清理水管来处理。此类藻不用太在意，当然如果长期不消失，重点关注一下过滤系统和水质的氨氮平衡问题。绿斑藻一般在石头和阴性水草叶面上出现，也是有碍观瞻的藻类。虾不能完全吃掉，我一般采用螺来解决问题。效果最好当然是汽水螺，但是有些汽水螺长大了就不爱爬水草叶面上去啃食藻类，所以我一般选择蜜蜂角螺配合黑金刚螺来压制。绿毛绿层绿棉藻一种丝状类藻类，不同的长度有不同的名字，主要靠虾和带吸盘的鱼类解决。最便宜的方案就是黑壳虾以及各种胡子鱼。丝藻物理清理是最方便的，主要在于防治。常见的美凤慕斯、珊瑚慕斯网片上就很容易携带上，有点类似于半生植物，所以这类的阴性水藻需要经常观察，一旦出现及时清理，不要等到泛滥了才去除藻。以上便于清理的藻类，常见的工具鱼虾都能压制，但是也有程度限制，所以需要定期刮除鱼缸壁的滤层和换水，做到生态的平衡。鹿角和黑毛藻一般采用物理方式清理和5-2醛消杀。5-2醛消杀的方案是首先关闭水泵，注射器定点喷洒。注意，为了保持某个特定区域的浓度，建议带入一定的气泡，避免液体快速沉入水底。慕斯和矮珍珠类的对5-2醛相当敏感，不建议用定点消杀，因为这类水草生长也比较快，反而采用物理清除是最方便的。总的来说，除藻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完美主义思想并不可取，压制、共存，让其达到平衡